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oach。今集嘅題目係點樣一擊即中加拿大學生簽證解釋信 Letter of Explanation。以前申請到加拿大升學嘅呢，都係一啲中學畢業生，申請學生簽證呢就冇咩難度嘅。時移世易，近期申請學生簽證呢，好多都係有學歷或者有工作經驗，甚至會帶同一家大小去加拿大生活嘅。加上政局不穩定，申請加拿大學生簽證呢嘅難度忽然間大大提升。喺呢度提提大家，如果呢個片段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請你俾 like、建設性留言、share 俾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呢個 Coach 教育頻道。多謝。首先我哋睇下呢學生簽證批核佢有邊啲決定性嘅項目：旅遊記錄同埋身份證明啦，符合健康條件，遵守喺加拿大逗留嘅條件，喺加拿大政府認可嘅學校 DLI 就讀，有足夠嘅能力證明你嘅財政，完成學業後離開加拿大。而最後兩點，財力同埋完成學業後離開加拿大呢，就係最普遍嘅致命傷啦。所以當你撰寫 Letter of Explanation 嘅時候呢，個目的就係幫助移民簽證官了解你嘅讀書目標，知道你點解選擇加拿大，清楚作為學生居留條件同埋嘅責任，解釋你喺畢業後一定會返去自己嘅原居地。如果頭三點你都能夠清楚咁解釋呢，第四點呢就多數係會成立噶啦。反之，如果你頭三點缺乏說服力，第四點就好難言之成理。其實係有兩個重要嘅準則嘅，一個係你嘅目標，第二個係你報讀嘅課程。你要有一個真實同埋合理嘅長遠計劃，客觀嘅角度嚟講，就要合乎情理嘅解釋啦。讀書計劃嘅時序有說服力，亦即係話同你現在、過去同埋將來嘅呢，能夠合理咁串聯起嚟。嗰度嘅情節要解釋得到，同埋有一個完整性。至於你報讀嘅課程呢，係咪合乎你嘅興趣同埋能力呢？你選擇學校同埋課程係咪配合你嘅目標？解釋選擇點解會嚟加拿大升學，而唔係喺原居地。喺呢方面呢，個資料嘅搜集呢好重要。你需要提出實質嘅理據去支持你嘅論調嘅。選擇係個人化嘅，佢唔可以批評你。但係你有責任去清楚解釋，同埋要喺客觀上邊呢可信性高同埋有真實感，要利用自己嘅故事說服甚至打動呢批出簽證嘅官員。你動筆寫呢封信之前呢，需要去處理下你一啲嘅思維。第一個，職業道路同埋就業前景，你嘅職業抱負同埋計劃係點呢？原居地嘅就業前景係點啊？有冇一啲可以支持你嘅文件同埋推薦信？你以前嘅工作經驗，包括志願嘅服務呢啲資料。思維二就係你嘅意圖啦，你嚟加拿大嘅理由，選擇學習嘅課程，職業嘅道路同埋相關性。思維三就係離開加拿大啦，當你畢業之後。你過往嘅旅遊記錄係點呢？有冇嚟過加拿大啊？仲要睇下你有冇違反逗留嘅條件，同埋同加拿大嘅關係。例如你從來都好少旅遊嘅記錄，咁佢就可以懷疑你到加拿大嘅真正目的啦。又或者你時常都嚟加拿大嘅，咁你係咪有親戚喺度呢？你會唔會打算移居加拿大呢？喺呢個位千祈唔好表達對加拿大有任何嘅興趣或者感情。你可以解釋你查過加拿大嘅一啲資料，例如治安良好、用英語溝通等等嘅優點嚟支持你選擇加拿大嘅論據。你需要展現出同原居地嘅家人嘅同埋親戚嘅關係好密切，對比你喺加拿大你係冇親戚朋友嘅。你需要搜集資料嚟支持你將來嘅職業喺原居地會好好嘅發展，好好嘅收入，有晉升機會，構成你畢業之後返原居地嘅理據。另外，你嘅財政狀況或者你個人嘅資產呢，依然係留喺香港嘅。
有關於原居地嘅政治狀況呢，最好就避免討論啦，以免佢覺得你係計劃緊永遠離開原居地。特別咧係要着墨你同原居地嘅聯繫，你有冇過去投入過社區嘅活動，或者積極參與一啲組織或者服務社群呢？又或者你可唔可以提出一個好強烈嘅原因，你會返去原居地，盡量咧用一啲實質嘅證明，你喺原居地嘅事業發展同埋生活方面優厚嘅條件，又或者你家庭背景、工作經驗等等嘅優勢，以致你絕對唔會選擇留喺加拿大。呢啲嘅解釋都要配合你真正嘅家庭狀況同埋個人嘅事例嚟到舉證嘅。第四個思維呢，就係可信性啦。呢個係好難嘅一關，因為判斷呢在於閱讀你呢封信件人嗰一方。但係你有幾個技巧你要捉住嘅：第一，邏輯；第二，證據；第三，你嘅往績。所以你要自我審查，避免任何令人產生懷疑嘅弱點。點樣組織一封 letter of explanation 呢？最重要係有論點同埋收集支持你嘅論據，能夠編排一個有邏輯性順序嘅論述，精簡咁樣撮要講事實，加上一個真誠同埋個人化嘅語調。千祈唔好俾人覺得好官腔，或者避免有任何抄襲嘅嫌疑。喺內容方面呢，主要分兩個部分 ：study plan 同埋 evidence 證據。以下落嚟呢，就係個重點啦，亦都可以話係 study plan 嘅每一段嘅主題。第一部分簡單個人資料，目的同埋點樣去達到，為何係加拿大而唔係原居地呢？選擇學校同埋課程嘅理據，長遠事業嘅路途點樣鋪排，原居地嘅就業展望。第二部分嘅證據呢，就係愛嚟支持你之前嗰部分你所寫嘅 study plan。你要清楚作為學生逗留嘅條件同埋責任，你嘅資歷、經驗同埋成就，即係你嘅track record 啦，你嘅往績、英語能力、經濟能力同埋證明，你同原居地嘅聯繫，呢個包括證據或者一啲推薦嘅書信、旅遊記錄。證據部分呢，最重要呢係一個資金嘅證明。喺加拿大期間呢，你必須證明你自己同埋你嘅家人嘅生活呢係可以自給自足嘅。你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證明你嘅資金。如果你已經將錢轉移到加拿大呢，就話你以你嘅名義喺加拿大開嘅戶口證明啦。加拿大金融機構嘅擔保投資證書 GIC， 銀行提供嘅教育貸款證明，或者你過去呢個4個月嘅銀行嘅帳單，呢個最重要啦。可以轉換成為加元嘅銀行匯票，證明你已經支付學費同埋住宿費，或者某人某啲學校俾你嘅錢嘅證明信。如果你有獎學金或者參加咗加拿大一啲嘅資助教育計劃嘅證明。最後一部分呢，就係好聰明咁利用附錄。用清晰嘅分類、良好嘅組織能力嚟展示你嘅文件，咁樣就可以證明你有充足嘅準備同埋認真嘅承諾。學生簽證解釋信係咪必須嘅呢？由於加拿大移民局唔會主動向你索取額外嘅資料同埋解釋，所以呢一封信呢，就成為咗你唯一嘅機會去陳述你求學嘅目標同埋展示額外嘅資料。如果移民局睇到你嘅資料之後呢，認為你嘅資料不足或者有咩唔清楚嘅地方呢，佢哋就會有合理嘅懷疑，可以直接拒絕批出簽證嘅。換句話講，你決定放棄遞交呢封解釋信呢，就等於自我放棄辯解嘅機會。所以你嘅信件呢，必須係一眼睇到呢，就傳達到你申請嘅所有嘅優勢，亦都能夠如實客觀咁樣去撰寫。喺我讀書嘅時候呢，有位同學已經67歲啦。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呢，佢就自我介紹話係一位修女。
佢退休後嘅心願呢，就係從事學術研究，去引證佢一生嘅教育理念同埋工作價值。佢話俾我聽，佢深信自己所做嘅一切，但係佢希望記錄在案。而家佢已經因為年紀太大，係雙目失明㗎啦。但係佢一生嘅貢獻呢，已經記載咗喺佢嘅 thesis 嗰度，佢嘅心願已經達成。喺文明社會裏邊呢，尋求學問呢係個人嘅權利，所以唔係年齡嘅問題嘅。不過學生簽證嘅申請人呢，有舉證嘅責任 ，the burden of proof。咁呢個 letter of explanation 呢，就正正係為咗呢個目標而設啦。今次就同大家討論到呢一度，希望今集幫到你。如果呢個片段對於你有幫助嘅話，請你俾 like、建設性留言、share 俾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呢個 Coach 教育頻道。多謝支持。